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美联储利率下调时机或将推迟，因通胀压力持续。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表示，劳动力市场未显疲软，他倾向于维持较高利率水平以抑制通胀，认为今年最后3个月前可能不会降息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8只持有多头持仓的交易所交易基金，但尚未批准货币管理者发行的此类产品。下面这条 ，SpaceX 计划以每股108至110美元的价格出售现有股份，可能使该公司的估值达到约2000亿美元。下一条，三星电子 HBM3 和 HBM3E 芯片因发热和功耗问题，未能通过 NVIDIA 在人工智能处理器中的测试，解决问题难度暂不明确，但已引起业界和投资者对三星在 HBM 领域落后竞争对手的担忧。让我们关注，马斯克认为人工智能将取代所有工作并非坏事，未来工作将成为一种选择。保障普遍高收入的前提下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。尽管人工智能能力迅速提升，但各行业如何适应仍有待观察。让我们关注，油价下跌，接近3个月来的最低水平，显示美国夏季驾车季前的市场疲软迹象。布伦特原油保持在81美元每桶附近，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则低于77美元，两者均将录得周线损失。接下来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批准 CBOE、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提议，允许在交易所直接投资以太坊代币的 ETF， 为美国首次推出加密行业 ETF 铺平道路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发现，摩根大通在2014年至2021年间未能适当监控数十亿客户订单，该银行需向该委员会支付1亿美元罚款，以解决对其交易监控的多年调查。摩根大通表示已自行发现问题，并已采取补救措施。让我们关注，受美联储鹰派言论和强劲经济数据的影响，亚太股市周五下跌，道指上涨。美国利率保持较高水平的预期，令投资者远离风险资产。让我们关注，英伟达为中国市场开发的最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开局不顺，供应充足导致其价格低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同类芯片，这凸显了英伟达在中国业务面临的挑战，包括美国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制裁和竞争加剧。让我们关注，野村控股上财年高管薪酬翻倍，因日本最大券商在国内市场繁荣中获利复苏。下面这条，美联储主席耶伦对生活成本大幅上涨表示担忧，价格上涨对于民众来说非常明显，尤其表现在食品购物和租金等方面。接下来这条，印度西部一化工厂爆炸着火，造成至少9人死亡，64人受伤，爆炸原因正在调查中。下一条，特斯拉上海工厂自3月起削减了其最畅销的 Model Y 电动汽车产量超过2位数，以应对中国其第2大市场对该车型需求疲软。最后这条是，日本4月工厂产值预计连续第2个月增长，零售额上升，预示着经济复苏的迹象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